女儿对我说：你怎么老是发说话的视频？太 boring 了，要发点真正的 video。可是我的生活真的蛮单调的，不知该拍些什么。那我就拍一下这周末的活动吧。周六上午送儿子上中文学校，这所中文学校据说有300多个学生，规模挺大的。校舍是借的本地的一所高中。这周下了好多天雪，终于放晴了。今天是单元考试，不能迟到。早早来到学校。趁孩子上中文学校的时候，我就逛一逛附近的 Target。等在车里也无聊，回家一趟来回开也不合算。虽然学校开放一个教室给家长休息，但高中的课桌很矮，椅子也巨硬，硌屁股，很不舒服。我就逛逛附近超市活动活动。Target 里面东西很全，什么都有，比较好逛。我经常在孩子上中文学校的时候来这里，可以说对这里了如指掌了。周六上午9点多比较早，超市里都没什么人。以前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逛超市的玩具区。现在他们大了，我基本上就直接走过这片区域了。刚过完情人节，复活节的糖果已经全都摆出来了。孩子们小时候，我会带他们参加各种捡蛋活动，现在大了，已经不参加了。童年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，我竟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。花园用品也摆出来了，春天要到了。这个能量条是我儿子每天上学要带的零食，他们班其他孩子也爱吃这款能量条。我儿子最喜欢这个 s'mores 口味的，别的口味他都觉得差点意思。这个口味其他店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卖，所以我每次来 Target 都专门要买一下。家里刚扔了一瓶过期的黑胡椒，再补一瓶。这瓶保质期到2028年，挺长的。家里做饭平时用量不多，一小瓶可以用到天荒地老。来到猫粮区，买一下我家小猫很喜欢的一款罐头。我家大猫只吃干粮，小猫干湿都爱，每天都要吃1-2个罐头。这个 Gravy Lovers 有很多口味，他最喜欢鸡心和鸡肝做的这款。拿10罐。家里还有很多其他品种的罐头，总是储备充足。我觉得养猫跟养孩子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给他们买东西比给自己买东西更高兴。洗衣液的区域都用挡板挡起来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不知道是不是怕掉下来砸伤人。虽然家里不缺文具，但我还是喜欢在文具区逛一下。Target 的儿童服饰性价比非常高，而且种类也不少。我常在这里买小孩衣服。小孩长得快，衣服也就穿1-2年，穿不下了就捐掉。这件长袖 T 恤8美元，给儿子补充一件。没看到人工柜台，只能自助结账。我用手机上的 Target 软件绑定红卡，扫码付款，挺方便的。当年来美国最早办的卡之一就是 Target 红卡。地上撒的盐都还在，
雪停了以后，天空就像洗过了一样干净清澈。接着回中文学校，孩子差不多上完了1节课了。超市离学校不远，几分钟车程。这个购物中心很大，各种各样的店很多，这边的马路也很宽阔。Carrie 这些年发展真的很快。这路边的办公楼、公寓楼都是这2年新建起来的。早上泡的美露，到现在还是热气腾腾的。虽然气温低，但天非常晴朗。我决定在这所高中校园里走一走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校园环境。过去这1周，由于下雪，学区放假，孩子们都只上了1天课。北卡三角区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。正好这周中文学校是单元考试，我跟孩子就在家里一起认认真真的复习了1个星期。这所高中是北卡排名非常靠前的公立高中。其实西 Carrie 的几所高中排名都非常好。我家孩子将来不上这所高中，是另一家。我去过，设施差不多。Carrie 之所以房价贵，就是因为这边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在北卡名列前茅，这边都属于所谓的好学区。其实这些学校的硬件也不算多出众，教师水平也是正常的标准，关键还是生源好。这些孩子的父母基本都是高知人士，对教育也很重视，孩子都差不到哪儿去。当然竞争也更激烈，搬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学校都超负荷运转。你们看这么大的主教学楼建筑都不够用，边上还造了很多简易房才勉强够用。由于 Carrie 这一带住房越造越多，为了应对人口的急剧增加，几年前附近又新开了1家高中，也是一下子就满员了。那家高中虽然新开的，但排名一下子就跃居北卡公立高中前10，略微超过了其他2家老牌高中。单看这些简易房，根本不会想到这居然是一所高中的设施。不过其实在这边学校建造简易房很普遍，小学、初中里也都有，都是因为原来的主教学楼实在不够用了。这边有一个棒球场，美国人挺热爱打棒球的，不过华人参与的比较少。周围华人我还没见过谁家孩子打棒球的，足球、网球、游泳这些多一些。另外，华裔还喜欢推孩子花样滑冰、击剑这种，这类活动都挺贵的，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门槛。不过华人平均收入比较高，又舍得给孩子花钱，这类活动里能看到特别多华裔孩子，这些领域就都特别卷。这边是网球场，这所高中的网球场地还挺大的。朝北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。美国有一点挺好，就是哪怕是简易房，都要按照法律建造残疾人无障碍设施。你看这里每幢简易房都有可以推轮椅的斜坡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无比感叹，每一栋公共建筑轮椅都可以推得进去，而且可以到达任何角落，包括厕所里也一定会设置残疾人位。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个程度。这所高中有个很大的体育场，看上去很专业。
从正门往里看是个标准的橄榄球场。绕完学校一圈，就差不多可以接孩子放学了。顺便在中文学校后勤团买了2盒白草莓，2盒一共5美金，味道偏淡但很多汁，相当实惠。接上孩子回家，这宽阔的马路，不得不感叹，美国除了几个大城市，其他地方人口再怎么增加，还是地广人稀。比起那些国土面积小或者人口密度大的国家，住起来心情更开阔舒畅。这是我们家小猫，我的罐头就是买给它的，它特别能吃。我们家另一只猫就挑食多了，只吃一个特定品牌的干粮。吃过午饭，督促孩子练琴。我要是不催一下，他们能抱着电脑一整天看视频玩游戏。跟小孩斗智斗勇多了以后，懂得催起来也要讲究一些技巧，一定不能粗暴。下午送儿子去学游泳。在游泳学校旁边新开了一家西安美食餐馆，我就趁儿子上游泳课的时候，顺便走过去尝尝看。店里可以自助点单，挺方便的。我点了一个原味猪肉夹馍，一个油泼面。我其实从来没有吃过油泼面，肉夹馍这辈子大概也只吃过2-3次。今天尝尝看。尝了一下，2样味道都挺好的，非常香，除了贵没毛病。吃完接儿子下课，一天的外出活动就结束了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天上午，我们来看3D 的哪吒2。我周围人看了都强烈推荐。前一天晚上，我们特地在家里看了一下哪吒1，有助于今天更好地理解哪吒2。单点了一份大桶的焦糖味爆米花，12美元，挺贵的。但看电影必须要吃爆米花才有仪式感。周围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任何哪吒电影的海报，心里感觉有些愤愤不平，以为要迟到了，发现大部分人来得更晚。这一大桶焦糖爆米花，全家一起吃也是吃不完的。有朋友说看了哭得很惨，所以我也提前准备好了纸巾。不过后来还好，我就哭了一小下，眼泪直接擦衣服上了。不得不说，哪吒2确实非常好看，制作精良。看完我觉得后劲挺大的，我已经在迫不及待地期待第3部了。看完电影回家，这边离机场近，可以每天看大飞机。中饭不想自己烧了，去麦当劳给小孩买儿童餐，我自己买个甜筒。好久没吃过甜筒了。今天的外出活动结束。